在外应酬的丈夫偶遇了落魄回国的白月光。昔日被捧在心尖上的小公主，正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被喝醉的客人动手动脚。丈夫毫不犹豫地为她大打出手，回来就要跟我离婚。我并不愿意，却在儿子被他们联手欺负后幡然醒悟：渣男，不赶紧离婚，难道等着过年吗？可是后来，如愿以偿的沈恒却尝到了后悔疯了的滋味。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昨天，我突然接到了丈夫助理的电话，沈总跟人起了冲突，在城南派出所，您能不能过来一下？我急坏了，赶紧让司机把我送过去，心中同时十分疑惑。沈恒素来脾气温和，即便是面对再难缠的甲方，也不曾红过脸。人们纷纷戏称他不是沈总，而是申总。眼见着人到中年，怎么性子反倒急了起来？张助理低声解释着，新来的服务生送错了菜，隔壁不依不饶，还对着服务员松手动脚。沈总突然发了大火，冲了上去，好像是跟那个服务员认识这2个字。张助理咬得有些重，可惜当时的我却没有听出他话中的深意。当我看到正坐在椅子上，鼻青脸肿的沈恒时，心里所有的疑惑和怒火统统变成了心疼。年近不惑的他，鬓边早已染上了点点白发。我鼻尖泛酸，快步走上前，想要拉起他的手，却被沈恒不动声色地躲过了。他扯出一个笑容：小张也真是的，把你叫来干什么？让你跟着担心了。我埋怨地瞪他一眼：小张告诉我就对了，难道你还能一直瞒着我，直到伤口自己长好了吗？又不是毛头小子了，居然跟人打架。沈恒摸了摸鼻子，解释道：可能是喝多了，看不惯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随意欺辱人。临走前，沈恒说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张助理。透过车窗，我隐约听到零星几个词：送他回去，对，送到家，买些东西。我只以为是在交代和客户有关的事情，并没有放在心上。正在暗暗思忖着今天的沈恒好像有些不对劲，过于沉默了。或许是人生中第一次进警察局的经历后遗症吧。回到家后的沈恒仍然十分异常，他外套也不脱，径直走到沙发上，怔地坐了许久。放学的儿子看到他受伤的脸时大惊失色：爸爸，你这是怎么了？沈恒对着儿子却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热络，甚至连一个正眼都没给他，只是随意应付了几声，便回了卧室。一整晚，他翻来覆去，害得我也迟迟没睡着。我心里暗暗纳闷，他到底是怎么了？一早，一脸疲惫却眸光闪闪的沈恒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早安，而是我们离婚吧，小婉。我蓦地清醒了过来，怀疑地看向他：你睡迷糊了吗？沈恒目光躲闪：没有，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按捺住惊慌，继续追问：是因为什么？面对我的目光，沈恒却突然没有了刚才的勇气，他硬邦邦地丢下一句：这么多年，倦了，便匆匆地穿衣离开了。这次，呆愣愣的人变成了我。我与沈恒是人人称赞的模范夫妇。刚毕业那年，我陪他白手起家，如今他飞黄腾达，仍对我不离不弃。他对我真心实意，如同结婚誓言中说的那样，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富贵或贫穷，无论健康或疾病，都将爱我，珍惜我，直到永远。现在我俩年近40，携手在婚姻的路上共行了10余载，即便最初热恋时的炽热爱意逐渐散去，却也只是变成了缠缠绵绵的亲情，
把我们一家3口紧紧捆在一起。小姑子沈林曾经这样说：其他人眼红我哥多好多好，哪有男人天生就这样好呢？还不是嫂子你亲手训出来的。是啊，哪个少年会懂得爱人呢？不过是我用了10几年的时间，一点点地把沈恒改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我自信地想，我和沈恒大概这辈子就这样了。前几天他还偷偷订了去马尔代夫的票，和儿子一起筹备着在我生日这天给我一个惊喜。我只装作不知，静静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谁知却等来了沈恒要跟我离婚的消息。不对，这不是沈恒的作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给张助理打了电话，约他在公司附近的奶茶店见面。我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开门见山地说：张助理，沈恒今天早上跟我提了离婚。前几年张助理的妹妹得了疾病，需要钱做手术，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积攒多年的10万块都借给了他，多亏了10万块的救命钱，小姑娘转危为安，后来还坐了好久的车，亲手给我带了许多老家的水果，所以我认定她是可以信任的。听到我的话后，张助理十分惊异地瞪大了眼。我继续问道：我不想不明不白地跟他就这样算了，你想想，沈恒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张助理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迟疑着开了口：唯一不对劲的就是昨天面对那个服务员的态度。我忽然想到昨晚，张助理特意跟我说，沈恒跟服务员好像认识。是啊，沈恒脾气温和，却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发善心的烂好人。若真是陌生人，他会仅仅因为路见不平便挥拳相助吗？张助理的眼神有些愧疚。沈总特意嘱咐我把他送回家，还让我带他去买一些体面的衣服和营养品。当时我还疑惑，沈总什么时候这么热心肠了？我的心沉了下去，所以专门看了一下他的名字夏清欢。我如遭雷击，嘴里满是苦涩。原来是他。沈恒心中挥之不去的白月光。张助理说沈恒又去了迎宾楼，昨天发生冲突的地方。我拿起桌上的钥匙，固执地想要过去看一眼。透过玻璃，我看见了安静坐在大厅里的沈恒，他就这样大刺刺地坐在大厅里，好方便他与夏清欢聊天。此时沈恒正抬着头和对面的夏清欢说着什么，他面带笑容，是我从没见过的，只属于18岁天空的笑容。夏清欢背对着我，我只能看到他有些伛偻的身影，十分清瘦。当我出现在沈恒面前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清了清喉咙，若无其事地对我说：小婉，你怎么来了？我嗔怪地看向他，仿佛早上的争吵从未发生。瞧你，医生说你要忌口，我一眼没看到，你就跑到这里来偷嘴了。模棱两可的话让本就做贼心虚的沈恒更紧张了。他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哪有这么严重，我不过就是饿了，恰好路过这里。我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继续纠缠，而是叫住了一旁欲走的夏清欢：大姐，麻烦你帮我拿一条毛巾。夏清欢愣住了，他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伸出手指指向自己：大姐，你是在叫我？他十分瘦弱，员工服穿在身上十分空荡，想来生活的并不如意，面色也不好，看起来有些憔悴。但即便是不施粉黛，也遮掩不住她的美丽，让沈恒惊艳了整个青春的白月光。怎么会是普通人呢？就算如今落魄了，却更容易激起人的保护欲。沈恒咳嗽一声，不住地给夏清欢使眼色：我们这边没什么事情，你忙自己的就可以。这位大姐，我突然叫住她，亮出自己刚做的美甲：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包一下下？
沈恒的面色腾的一下涨得通红，他深呼吸了好几次，才重新挂上和煦的笑容。我来，何必麻烦别人？我捂住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让你见笑了，大姐。我老公对我向来如此体贴的。夏清欢紧紧攥住衣角，艰难地挤出一句话：您说笑了。我理了理头发，好奇地问：大姐，你长得这么好看，你老公对你肯定也很好吧？夏清欢的头垂得更低了，她嗫嚅着，带着几分颤音：我丈夫他去世了。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样。我说呢，你一大把年纪了，家里怎么还舍得让你在这打工呢？又脏又累，挣的又少，还整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够了！沈恒猛地低吼了一声，在对上我故作惊讶的目光时，他又努力和缓了语气：好好吃饭，总打听别人的私事干什么？我淡淡地笑了笑，不过是聊几句家常罢了。既然你不愿意，那我就不问了。在沈恒如释重负的眼神里，夏清欢转身欲走，我却哎呀一声，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红酒。啊！夏清欢尖叫一声，手足无措地愣在原地，单薄的衣服被红酒浸湿，湿哒哒地紧贴在身上。他抬起头，眼里噙满了泪水。客人，如果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可以直说，何必？够了，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沈恒终于忍不住了，他迅速脱下身上的外套，盖到夏清欢的身上。我神情无辜，不好意思啊，大姐，我一时手滑，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衣服。说着，我拿出钱包，扯出5张红色的钞票，就当是我赔给你的了。夏清欢猛地抬起头，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屈辱。我了然地点点头，又抽出5张，一起递到他的跟前。这次总够了吧？沈恒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一巴掌拍在我的手臂上。张小婉，你恶心谁呢？沈恒眼睛赤红，不住地喘着粗气。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能这么随意侮辱人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一个恶毒的女人？我摸着火辣辣的手臂，嗤笑一声。我又不是故意的，既道了歉，又掏了钱，难道我的诚意还不够吗？究竟是我恶心人，还是你关心则乱呢？我突然没了继续演下去的兴致，讥讽地笑了笑。久仰大名，夏清欢女士，一见面就让我老公为你大打出手，现在不惜抛妻弃子也要跟你在一起。看着沈恒在自己老婆面前仍然对你忠心耿耿，你是不是很得意？沈恒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知道了，他看起来有些慌张，一会看看夏清欢，一会又看看我。夏清欢眼里蓄满了泪水，他并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怯怯地看向沈恒。这我见犹怜的姿态仿佛给了沈恒莫大的鼓励。他清了清嗓子，开了口：小婉，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不啰嗦了。清欢的丈夫出了事，撇下他们孤儿寡母没了依靠，我不能袖手旁观。我看着他这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不敢置信地反问：他死了丈夫，你就要跟我离婚去照顾他，这是什么逻辑？那你自己的家庭呢？你的老婆孩子谁来照顾呢？你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你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就这样全都抛弃了吗？沈恒嗤笑一声，不耐烦地说：这么多年，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我应该尽到的责任早就尽到了。我会给你们一笔钱，让你们继续保持现在的生活。一旁的夏清欢仿佛才反应过来，连连摆手：恒哥哥，你不要离婚，我不值得。没关系，不就是生活苦一点吗？我再多打几份工，总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张小婉，你的心肠怎么如此恶毒？沈恒重重地一拍桌子：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自私自利的女人。
离婚，必须离婚！我强忍着眼中的泪水，恶狠狠地瞪着沈恒。我就算再恶毒，也比不过你旁边那个知三当三、恶意破坏别人家庭的夏清欢。沈恒怒不可遏，冲着我高高的扬起了手臂。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心中一片冰凉，反而将自己的脸朝着沈恒的巴掌迎上去。你打呀，让大家都看看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小三打老婆。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原来是小三呀，破坏人家家庭，真不要脸！夏清欢羞愤欲绝，捂着脸跑了出去。沈恒恨恨地放下高举的手臂，怒气冲冲地指着我，你的说了半天，最终追了出去。我跟在沈恒的身后，看他霸道地把哭泣的人一把拉住，搂进怀里，看他体贴地脱下外套裹住他湿掉的衣服，用毛巾擦拭掉他脸上的痕迹，看他们驱车去了商场，随即面带喜悦，大包小包地拎着上了车。最后沈恒的车子缓缓地在一座别墅前停下，一路跟来，时间早已过去了大半日。我心中的痛苦与怒火渐渐褪去，只剩下一片麻木。窗台上肆意盛开的鲜花，随风飘荡的粉色窗帘，无一不透露着女主人的精心打理。沈恒熟练地输入密码，开了门，搂着夏清欢走了进去。沈恒是什么时候得知了他心爱的白月光落魄的消息？又是什么时候布置了金屋，迎回了他的月亮？瞧他熟忍的样子，不仅仅是第几次来陪他的白月光，而是把这当成第二个家了吧？我竟一直像个傻子，被蒙在鼓里，被耍得团团转。我最终什么也没有做，默默地离开了。沈恒很晚才回了家，见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他叹了一口气，主动开了口：“小婉，你知道的，我原来一直暗恋清欢。她是贯穿我整个青春时期的梦想。她从小家境优渥，长得漂亮，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耀眼，而我就像是地上的污泥，甚至都不敢抬头直视她。可是那天我看见清欢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吃力地端着盘子穿梭在大厅里，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沈恒向我讲述着他对夏清欢的炽热爱意，我冷不丁地开了口：“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我的追求，跟我在一起？”他神色恍惚了一下。清欢顺着家里的安排结了婚，门当户对，后来创业初期，我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面，便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想他。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我逐渐接受了你对我的好，许是想起创业时期我不离不弃的陪伴，不眠不休的共同进退。沈恒有些愧疚地说：“是我对不起你们，我会给你们一大笔钱，让你们娘俩这辈子衣食无忧，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提。那我需要一个丈夫，儿子需要一个爸爸，这些你也都留给我吗？”我步步紧逼地质问，让沈恒变了脸色。我都说了，所有财产都留给你，你怎么还不知足？所以你是铁了心要离婚，是吗？我的心里满是失望。所以我们这10几年的相伴与情分，终究还是比不过他夏清欢这个在你心里的执念，对吗？沈恒有些不自在。小婉，清欢跟你不一样，他不应该受这些苦。他从小就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原来我没有资格去肖想他，现在我终于有资格了，我不想再错过一次。我猛地站起来，朝着沈恒步步紧逼。可是我和儿子呢？我们该怎么办？他不应该受苦，我和儿子就活该被你抛弃，作为你追逐梦想的牺牲品吗？沈恒落荒而逃，接连1周都没有回家，只是派张助理给我送来了离婚协议。我让他回去告诉沈恒，我不会签的，让他死了这条心。只要我不签字，
夏清欢永远都只能背负着小三的骂名，始终见不得光。可是这天放学，儿子闷闷不乐地趴在我的腿上，告诉我：“妈妈，我看见爸爸了。他陪着2班的张乐乐来上学，还有一个阿姨，我叫他了，他没有理我。”儿子抬起头来看着我：“妈妈，爸爸没有出差，对吗？”我看着儿子红肿的眼眶，在他失望的眼神中点点头。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儿子说沈恒的事情，却在第2天接到了老师的电话：“晨曦妈妈，晨曦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你抓紧来一趟吧。”我焦急地赶到老师办公室，看到像只小鹌鹑一样蜷缩在凳子上的儿子。儿子，妈妈来了。妈妈看到我，儿子强忍着眼泪，倔强地向我解释：“张乐乐先推了我，还说你是狐狸精，明明不是这样的。”一旁的张乐乐也有样学样，冲着夏清欢哭诉道：“妈妈，他骗人，是他先打我的。他说你是狐狸精。”老师为难地看向我们，2名同学在厕所没有监控的位置发生了冲突，各执一词，周围恰好也没有人。夏清欢抱着张乐乐哭了起来：“沈夫人，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是你也不能教唆你儿子来欺负我们乐乐呀。我们乐乐昨天刚刚转来，人生地不熟的，怎么这要巧今天就跟你儿子起了冲突？我知道因为沈先生的事你对我有误会，可是也不能把这气撒到孩子的身上呀。”儿子涨红了脸，试图解释：“不是这样的，明明是他上来就推我。张小婉，这就是你教的好孩子，随随便便欺负同学，真是跟你一个德行。”儿子满眼希冀地看向刚刚进门的沈恒，却在他的话中渐渐低下了头。急急赶来的爸爸却不是为了给自己撑腰的。儿子抬起头，眼睛红红地问我：“妈妈，爸爸是不喜欢我了吗？他为什么不相信我，却要去相信别人的孩子呢？”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我在心里暗暗责骂着自己：“张小婉，你究竟是在做什么？你可笑的自以为是，却让儿子受了欺负。沈恒，你不分青红皂白，甚至都不问问原因就来指责晨曦，你这是作为一名父亲对待自己儿子应该有的态度吗？”我质问沈恒：“夏清欢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沈恒振振有词：“乐乐这个孩子向来又听话又懂事，怎么可能欺负同学呢？反而是晨曦，从小就被你娇生惯养，脾气大得很。”儿子缩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被同学欺负辱骂时，他没哭；被他人指责误解时，他没哭；我来给他撑腰时，他没哭，却在沈恒劈头盖脸的责骂中痛哭了起来。我紧紧拉住儿子的小手，走到仍在喋喋不休的沈恒面前。啪！沈恒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手掌印。他不敢置信地看向我，我面无表情，又抬起手，快速地向沈恒脸上甩去了2个耳光。夏清欢惊恐地向后退去。你要干什么？我扯住试图阻拦的沈恒的胳膊，一个利落的过肩摔，随后拽住一旁试图后退的夏清欢，啪啪2耳光落在他的脸上。沈恒，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才叫欺负。我看向在地上龇牙咧嘴捂着腰的沈恒，又看向一旁吓得哭不出来的夏清欢。你们不是喜欢污蔑人吗？那我可不能白白担了这名声，只能让你们的污蔑变成真的。我领着儿子走到张乐乐的面前，跟我儿子道歉。张乐乐似乎吓傻了，呆呆地流着眼泪。对不起。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你欺负了我儿子，你妈妈替你受到了惩罚，再有下次，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如果不心疼你的妈妈继续挨打，那你仅可以试试。我拉着儿子扬长而去，在车里，
儿子叽叽喳喳地问我：“妈妈，你好厉害，你什么时候学的武术？”我看向早已将悲伤扔出天外的儿子，耐心地回答：“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你爸爸不知道，或许他知道，只是早就忘了。扮演了这么多年的贤妻良母，我自己差点都忘了。如果说开始我还想着再给沈恒最后一个机会，但是我现在恨不得给我自己2个耳光。这样的渣男不赶紧甩了，难不成还要留着过年吗？”沈恒知道了我同意离婚的消息，喜出望外的把离婚协议送了过来。我面带讥讽地看向一旁穿着打扮截然不同的夏清欢：“你知道沈恒为了让你坐上沈太太的位置，自愿选择了净身出户吗？”夏清欢脸上的得意瞬间破碎：“恒哥，总要留些钱的，不然我们怎么生活呢？”沈恒耐心地解释：“清欢，你相信我，公司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现在我积累了10几年的经验，还怕不能东山再起吗？”沈恒把所有的现金、不动产以及各项投资全都留给了我。我确认合同没有问题后，麻利地签了字，把一旁你侬我侬的2人赶出了房子。夏清欢恨恨地看着我：“张小婉，你好狠心！这么多年恒哥辛苦挣钱养着你，到头来你却把他2手空空地赶出来。”我嗤笑一声：“夏清欢，忘了告诉你，你现在住的那幢别墅也是我的财产，你最好抓紧搬出去，不然我就把你丢出去了。”我砰的一声把夏清欢的尖叫隔绝在门外，目光扫视过屋子，心里涌上一点小小的失落，随即却被变成富婆的喜悦填满。儿子放学后，我告诉了儿子离婚的消息，小小的人脸上带着亮晶晶的信任：“妈妈，他不喜欢我，那我们就不要他了。我是男子汉了，以后就由我来保护妈妈。”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正好学校放假，我索性上着爸爸妈妈去马尔代夫好好的玩了1周。看着在爸妈陪同下开心玩耍的儿子，我心里想着，只要围绕在孩子身边的爱够多，还会在乎必须是来自爸爸的吗？旅行结束后，我把爸妈送回了家，却在家门口碰到了一位不速之客。见到晨曦，沈恒的眼睛亮了起来：“儿子，你们去哪了？”儿子木着小脸，并不理会他。沈恒讪讪地说：“不好意思啊，儿子，那天是爸爸误会你了。你有什么事？”我开口打断了他的话：“没事，请抓紧离开，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没有得到儿子的回应，沈恒显得有些失落：“没什么，就是过几天是我妈的生日，妈想孙子了，不是有了新孙子了吗？还是新孙子好啊，又懂事又听话，哪里像我们晨曦，被我娇生惯养，又像我一样脾气大的厉害呢？”我毫不客气地说道：“晨曦只是小，又不是傻，你以后不要来了。”就在我签了离婚协议的当天，他俩就迫不及待地领证了。夏清欢还专门给我送来了喜糖，只不过被保安拦在了门外。“不好意思，女士，业主专门嘱咐过您不可以进入小区，请您不要为难我们。”想到保安发来的视频里，夏清欢如同开了染房的面色，我就想笑。不知沈恒的新婚生活过得是否如意，反正我是挺开心的。我重新捡起了大学时的爱好，开了一家甜品店。读大学时，我不仅喜欢武术，还对甜品情有独钟。只是后来陪同沈恒创业，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开拓市场、跑客户，所有的爱好都放下了。就算是后来生活稳定了，又因为沈恒血糖高，要忌口，一直没有施展才华的地方。我把店铺开在了市中心，雇了几个店员，有空的时候过去转转，兴致来了就亲手制作一些甜品带回家给儿子。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是因为地理位置优越，选材、卫生等方面公开透明，生意反倒不错。这一天，店员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有位女士点名要我亲手制作的小蛋糕。视频里，夏清欢趾高气昂地说，让张小婉亲手给我做，别人做的我可不要，做好了让她亲自给我送到天启大厦，我老公新开的公司里。哦，这是来炫耀来了。我交代店员，以后他的生意一律不接。人嘛，总不能自降身价跟狗打交道，不然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反咬一口呢？可是晚上却接到了沈恒的电话，小婉，你怎么把我公司的订单给拒了呢？我是想着，反正在哪里订都一样，还不如到你这来，你的人品我还更加放心。我嗤笑一声，还是别了，毕竟你的夫人颐指气使的点名，要我亲手来做这300个蛋糕，不是我做的她不要，还得亲自给她送去，我可没这功夫伺候她。沈恒沉默片刻，讪讪地说，可清欢比较直爽。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又不是他妈，没必要惯着他，以后这样的事别找我，我也不稀罕挣你们的钱。沈恒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人脉，顺利东山再起，不到1年时间便崭露头角，在创业大厦重新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可把夏清欢高兴坏了，连连跟人炫耀他自己旺夫。张小婉陪着沈恒，近3年才创业成功，5年才在行业里站稳脚步。到了我这，不过1年，沈恒便有了如此成就，还不是我旺他吗？就连沈恒他妈，我曾经的婆婆也对着夏清欢赞不绝口，还是我这个儿媳妇好，原来的媳妇管我这个管我那个，什么也不让吃，整天拉着我出去，像遛狗一样对我，哪里赶得上我新媳妇的1%呀？身边朋友绘声绘色地对着我学着，把那错把榆木当珍珠的老太太演得活灵活现。沈恒他妈除了个子不高，哪哪都高，什么甜品、大鱼大肉、热量高的医生一律不让吃，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就是嘴馋，没办法。为了让他能够多活几年，我只得时刻与他斗智斗勇。吃饭时多吃了几口肥肉，厨房里摆放的甜度过高的水果，房间里偷藏的巧克力，没法体验口腹之欲的老太太气得直蹦高。我只能陪他一起吃医生精心搭配的营养餐。我这人人羡慕的身材便是如此保持出来的。无论寒冬酷暑，为了完成医生交代的运动任务，我连拖带拽地拉着老太太出去运动，到了她嘴里竟变成了管这管那，遛狗。我自嘲地笑了笑，对对对，新儿媳好，老太太，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老太太住院的消息。放纵的后果吗？我毫不意外。我拉着儿子的手，看向床上的老太太，距离我上次见她才1年多，她却像是苍老了10几岁。老太太泪水连连地伸出手，晨曦，好孩子，让奶奶看看你。儿子听话地走上前去，奶奶，你要保重身体啊。哎，我知道。老太太不住地答应着，还是我自己的孙子好啊，贴心。她抬起头，满是皱褶的脸上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小婉啊，看到你们过得挺好，我就放心了。只是你看看能不能让晨曦多来陪陪我。我没有回答，恰好推门进来的夏清欢听到了这句话，哼，他阴阳怪气的冷哼一声，天天伺候你的孙子瞧不见，偏要去讨好一个不靠着你的。老太太哆嗦了一下，不舍得松开了晨曦的手。我拉着儿子走出了病房，却碰见了站在门口的沈恒。他面色复杂地看着我，小婉，医生说如果我妈能够像以前那样
保持饮食和运动，说不定能好起来。你能不能？不懂得就去问医生，我不过是严格按照医生说的做罢了。我打断了沈恒的话，相信忘你事业的女人，也能忘你的老母亲。病房里传来夏清欢不悦的声音：老公，你在跟谁说话？我头也不回的径直离去。呵呵，旺夫。沈恒能够东山再起，靠的是他积累的人脉。可是人脉是需要维持的，不仅仅是在生意场上，更是在后宅的夫人们身上。生了晨曦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我彻底从公司里退了出来。从此，我的生活中就多了与合作伙伴家的夫人打好关系这个更加艰难的部分。张太太喜欢打麻将，人菜瘾大。王总夫人每周一下午都去市中心的茶餐厅打卡下午茶。周老板的夫人是包如命，更不用说年节时候给谁送礼，要送什么，这些从来没有让沈恒操过心。毫不客气地说，沈恒负责在外冲锋陷阵，我负责后勤运输，打点好一切。换成他夏清欢，想必对他来说，不要被人笑掉大牙就已经是极限了吧。倒不是我瞧不起他，只是温室里的娇花，没有受过风雨的洗礼，总要被风雨摧残，懒得去管这些烦心事。我把目光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原来我的生活中要去交际，要监督老太太，要关心儿子，要操持家庭，留给自己的目光与时间少之又少。现在我重新购置了一套别墅，把退休了的爸妈接来一起生活。爸妈是初中教师，辅导教育儿子正好专业对口。晨曦也十分享受与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光，于是我的时间就空闲了许多。我给自己报了舞蹈班、游泳课、马术课，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十分充实。我由衷地发现，当女人的目光不再局限于男人身上，不再把自己的生活紧紧围绕着男人打转，就会踏入一个全新的阶层，享受追逐自我的快乐。这天，我准备去从前的房子里找点东西，正当我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一旁却突然窜出一道身影。小婉，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是沈恒。许久不见，他瘦了，也老了，曾经精心打理的头发，如今乱糟糟的，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银色，身上的衬衫皱皱巴巴的，仔细一看，还是几年前我给他买的旧款式，手指间还夹着半截香烟。沈恒以前是从不吸烟的，见我看去，他尴尬地熄灭了烟头。走廊里有些冷，我便大方地邀请他进屋里坐坐。沈恒面色复杂地走进了我们曾经的家，虽然许久没住人了，但是我会让保洁定时上门打扫，屋里倒没有太多的灰尘。沈恒走到挂满回忆的照片墙旁，伸出手轻轻抚摸着照片，怔怔地出了神。我自顾自地收拾着需要带的东西，不知何时，沈恒走到我的身后，静静地看着我忙碌着，好像是在梦中一样。我们还在从前，在我们完整的家里。我下班回来，你做好了晚饭，正在收拾房间。儿子马上就要放学回来了，沈恒低低地说道。不好意思，沈先生，你太太和儿子并不在这里。我毫不客气地戳破了他的美梦。小婉，是我做错了。沈恒嗫嚅着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可别，请跟我保持距离，我可不想被你太太打上门。想到亲眼目睹的有趣画面，我不禁捂住嘴笑出了声。前几天我去吃饭时，正好偶遇了夏清欢捉小三的场景。他气势汹汹地领着一群人，一脚踢开了包间门，不分青红皂白，拉住里面的女人就是一通厮打。沈恒在一旁连连解释，
却拦不住暴怒的夏清欢。当从洗手间回来的客户看到被一群人按在地上摩擦的老婆时，眼都红了，一脚把夏清欢踹出去好远。夏清欢一边叫嚣着不要脸的狐狸精，一边拿出手机录像，还要报警。沈恒脸色灰败，无力地向客户解释着：“林董，请相信我，这一切都是个误会。”林董在得知打人的是沈恒的新老婆时，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随即恨铁不成钢地捶了沈恒2拳，放着好好的老婆不要，这是找了个什么玩意儿？沈恒，我老婆挨打的事，我跟你没完。还有前几天，爱听八卦的王太太给我打电话，小婉啊，要不说还是你有福气呢。我看见沈恒的老婆了，那个什么欢的。哎呦，沈恒哪里是带他来谈生意的了，明明是带他来搅局的了。你不知道，他一句话就把人家毒死了，还谈什么生意啊？王太太绘声绘色地跟我说，客户老婆日常寒暄，夸夏清欢的身材好。按照流程来说，此时夏清欢应该夸客户老婆好看呀，衣品高呀，气质出众呀之类的，商业互捧吗？谁知夏清欢高傲地点了点头，然后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几眼客户老婆，意思吗？呵呵，人家当时就不乐意，扭头就走了。沈恒正在跟客户聊得渐入佳境呢，突然客户接了一个电话，面色不善地看了沈恒几眼，扭头就走了，留下沈恒自己在原地摸不着头脑，直到待会碰到了自己溜溜达达出来的夏清欢，才不敢置信地问他：“客户的老婆呢？”夏清欢奇怪地看他一眼，王太太惟妙惟肖地学着：“我哪知道啊？”随即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夏清欢带着孩子去别人家做客，张乐乐弄坏了主人精心收藏的古董，却丝毫不知悔改，大声叫嚣着：“不过是一个破玩意儿嘛，我还不稀罕呢，让我爸爸赔给你就是了。”夏清欢无故辞退了公司里好几个女性员工，因为怀疑他们与沈恒不清不楚。老客户送来的月饼等节礼，夏清欢毫不客气地收了，两手空空地将人家打发出门。历年来精心维持的老客户，愣是被夏清欢闹腾的没剩下几个。这下可好，沈恒的公司只剩下了个空架子，很快就要倒了。夏清欢慌了，他过怕了苦日子，逼着沈恒出来想办法赚钱。沈恒在家里1分钟都待不下去，只能避到朋友家去，却又被夏清欢打上门，怀疑他金屋藏娇。沈恒向我解释：“小婉，我已经和他离婚了，你不知道，你和儿子不在的日子里，我简直不像是我自己了。我的生活里没有你们娘俩，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看向眼前痛苦的男人，质问他：“可是当初我没答应跟你离婚时，你不也感觉度日如年吗？你不是勇敢地追逐年少时期的梦想去了吗？追梦失败，反倒想起我们娘俩的好来了。是不是男人都是这样，到手了就不珍惜了？”一连串的反问让沈恒弯下了腰，他痛苦地捂着头：“不是这样的，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离婚，不该冤枉儿子。一切都是我的错。”他面带希冀地看着我：“小婉，就当是看在儿子的份上，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看着这个蹲在地上满身狼狈的男人，眼前闪过刚刚认识时的场景。他身形高大，一把拦住了砸向我的篮球，有些腼腆地笑着问我：“没事吧，同学？”我慢慢地摇了摇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宁愿从未认识你。”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